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正式官宣，33岁黄景瑜在迎喜讯，放出2大信号，娱乐圈地位改变了。2026年开春，33岁的黄景瑜可真是跟开了挂似的。在娱乐圈里，那叫一个横冲直撞，简直要把大家都给惊着了。想想10年前吧，他还只是个靠着网剧才被人知道的小演员，谁能料到10年后的今天，他手里不光有拿得出手的好作品，身后还有资本撑腰，就连跨领域的资源都多到让人羡慕，妥妥的顶流没跑了。这家伙先是电影票房嗖嗖的往上窜，直接破了100亿大关，成功挤进了那个让人眼馋的100亿演员俱乐部。这还不算完，紧接着又放了个大消息，说要上太空，2028年真要坐着飞船去天上溜达一圈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转过头来，他又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，还拿下了一个100万级汽车的全球代言，这操作简直让人眼花缭乱。这一连串的动作下来，不光把内娱的天花板给捅了个窟窿，里面还藏着俩特别关键的信号呢。现在的他啊，早就不是演员这2个字能简单概括的了，身份可复杂多了。要说这100亿票房背后的故事，黄景瑜的起点可真跟一路顺风顺水不沾边。那会儿他还不到18岁，揣着一肚子的梦想就跑到了上海，在那儿飘了足足7、8年，期间啥活都干过，当过模特，也跑过各种零零碎碎的兼职。那时候的他，估计做梦都没想过自己将来会当演员。直到2016年，一部上瘾意外的让他火了起来，这才算正式踏入了演艺圈。不过真正让他在圈子里站稳脚跟的，还得是2018年的红海行动。为了演好狙击手顾顺那个角色，他在非洲的沙漠里可没少遭罪，摸爬滚打是家常便饭。那边昼夜温差特别大，再加上高强度的训练，累得他沾床就能睡着。可就是凭着这股子不服输的拼劲儿，他凭着这个角色还提名了百花奖最佳新人。打那以后，他就成了大家口中的硬汉专业户。你看啊，破冰行动里的缉毒警李飞，王牌部队里的军人高亮，还有罚罪里的刑警长征，网友们都开玩笑说他简直是在内娱服兵役，几乎把各个军兵种都演了个遍。但他自己倒一点也不怕被定型，还说每个角色效果都好，那就没选错。而且啊，就算都是硬汉角色，他也能演出不一样的感觉，各有各的味道。就说拍《雪迷宫》的时候吧，他演的是东北刑警郑北，巧的是导演也是东北老乡，俩人沟通起来那叫一个顺畅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剧组还经常一起去吃烧烤、铁锅炖，顺便练练东北话。有场戏里，剧中的妹妹说自己心烫的头发很流行，他当场就加了句流行显老吗？一下子就把东北人的那种幽默劲儿和兄妹之间的日常感给演活了，特别真实。到了2026年的岁月有情时，他可算是彻底打破了大家对他的固有印象。在里面演一个普通的东北厂矿子弟张小满，从青涩的少年一直演到历经沧桑的成年人，跨度特别大。有场奶奶离世的戏，他从一开始的震惊到后来的崩溃大哭，甚至追着推车跑，那情绪感染力真是没得说。还有分手那场戏，他不哭不喊，就靠一双泛红的眼眶和微微颤抖的手，就把那种无奈和不舍给演出来了，连央视网都夸他跳出了硬汉标签，演技细腻又真实。双引号。为了演好赛车手的角色，他提前半年就去考了拉力赛执照，每天在赛道上一泡就是8个小时，那些高危戏份也全都是自己上。据说现在他的控车技术都快赶上职业选手了，真是下了苦功夫。
现在的他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只能等着被人挑选的新人了。制片方都抢着要跟他合作，剧本也由着他随便挑，片酬多少，在演员表上排第几，他都有十足的话语权。在85后男演员里头，他稳稳地站在了票房的第一梯队，这可都是他用实打实的努力一点点换来的。光是《飞驰人生》系列3部电影就贡献了超过70亿的票房，《红海行动》也有36亿打底。正是这些一个接一个的角色积累起来，才有了他2026年100亿票房的好成绩。要是说100亿票房是他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的底气，那黄景瑜这些跨界操作简直就跟开了外挂一样，让人想都不敢想。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他要去太空这事儿。2026年1月的时候官宣的，说2028年要搭乘咱们国产的穿越者1号飞船进行亚轨道飞行。这可不是什么代言活动，也不是为了炒作，是真的自己掏了钱，而且还要接受各种专业的训练。他的乘客编号是009的，承受6到8倍重力的离心机测试，还要练习在失重环境下飞行，学习各种航天知识，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。没人能想到，他居然还有恐高症，以前还得过耳石症，这些可都是太空旅行的大忌啊！但他硬是凭着自己硬核的体能扛了下来，这毅力真是没谁了。他还是巴西柔术宗带选手，做引体向上轻轻松松就能做20多个。为了能专心训练，他还直接宣布未来2年要少拍戏，只把已经签约的作品完成就行。这份勇气，在整个内娱估计都找不出第二个。除了要上太空，他的商业代言也跟着升级了。2026年3月，高端汽车品牌启境官宣他当全球代言人，这可是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100万级别的品牌。发布会现场，他直接就扫码成了首款车型的首位盲定车主，品牌方还专门为他定制了专属版本，排面十足。从荧幕上的硬汉到即将成为太空游客，再到高端品牌的代言人，黄景瑜的人设是越来越丰满立体了，粉丝们也越来越死心塌地，就连路人看了都忍不住夸一句：这才是真正的顶流啊！不靠那些乱七八糟的绯闻，全凭实力说话。双引号，33岁的黄景瑜已经不满足于只当一个给别人打工的演员了。2026年3月，他在海南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，注册资本1000万，他自己持股80%，是妥妥的大老板。选在海南注册公司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肯定是看中了自贸港的税收优惠政策。不得不说，他这商业头脑还真挺灵光的。公司的业务范围也挺广，包括影视制作、艺人经纪这些。这就意味着他以后可以自己挑剧本、投资项目，还能带新人，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，能真正自己说了算，掌控自己的演艺方向了。这一步棋啊，其实是他10年积累的结果。从拍《红海行动》那会儿的新人，到现在能和沈腾、张译这些前辈平起平坐，他在圈子里攒下的人脉和资源可不少。成立公司之后，他可以继续在自己擅长的军警、硬核题材上深耕，也能孵化出更多符合自己风格的好作品。现在的他，既是演员，又是品牌代言人，还是资本方，这3重身份形成了一个闭环，让他的抗风险能力大大提高。再也不用担心没戏拍，也不用只依赖演戏这一种收入来源了。而且黄景瑜做事一直都挺稳的，没有盲目的扩张自己的商业版图，只专注于自己熟悉的影视领域，不做那些没把握的事情。这种稳健的风格和他这么多年来的行事方式是一致的。他不刻意去追逐流量，也不炒作什么绯闻，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。现在的黄景瑜在娱乐圈的地位已经彻底不一样了。
制片方抢着跟他合作，品牌方争着找他签约，资本方也愿意把钱投给他。他再也不是那个被动接受命运安排的演员，而是变成了主动制定规则的玩家。从当年在上海漂泊的打工人，到如今的百亿演员；从荧幕上的硬汉，到即将上天的太空游客；再从演员转型成为老板，黄景瑜的故事里藏着2个特别重要的信号：一是内娱早就不单单看流量了，有实力才是真的硬道理；二是艺人不能只靠演戏这一条路，要敢于突破自己，还要会为自己的未来布局。33岁的黄景瑜用了10年时间，完成了一场漂亮的逆袭。